这次影片帮你整理了10个京都大阪必玩景点，坐船玩大阪闹区，欣赏日本3大名城，搭乘透明电梯，在高空俯瞰大阪。来这里购物免费打折，再退10%消费税。日本必吃的烧肉店，边吃边看风景。米其林推荐的拉面，这是京都最古老的寺庙，直接建在悬崖边，伴手礼一定要买这个，超级好吃的啦！这条小路超有日本的味道，拍起来好好看。超隐秘的无招牌居酒屋，好吃又便宜，到全日本3万间稻荷神社的总本社求签。意外发现的无招牌拉面，居然比米其林推荐还赞！整条有遮雨棚的美食商店街，号称京都人的厨房。想知道5天只花1万元，怎么吃遍京都爽玩大阪？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嗨，我是李欧。继上个月的奥地利捷克之旅之后，这次我来到日本。那这次的6天日本自由行，我主要会待在大阪跟京都玩。那最后搭新干线到名古屋回台湾。那事不宜迟，我们开始我们大阪、京都的10个必玩景点吧。大阪是日本的第3大城，仅次于东京与横滨，是在世界具有高知名度的国际性都市。第一个日本的必玩景点就是位在大阪南波车站附近的道顿窟与心斋桥。道顿窟这条街有超多日本美食，寿司、章鱼烧、拉面，通通都有。而且整条街上各大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巨大招牌，走在路上逛街很有电影感。从会动的立体巨大螃蟹、巨大章鱼与章鱼烧，到表情生动的臭脸大叔跟巨大握寿司，通通都很好拍。心斋桥则是整条的逛街购物商店街，有 Zara、H&M 等服饰，以及许多药妆店。道顿窟和心斋桥的交汇口聚集了最多的观光客，大家都是为了拍最有名的巨型广告看板——奔跑的固力果。那它这里最能感受到大阪的商业繁荣。奔跑的固力果现在已经是大阪的著名景点，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户外广告看板之一。来大阪玩一定要买大阪周游卡，有了它，很多交通景点都免费，其中就包含道顿窟水上观光船。20分钟的游船可以从河道上欣赏道顿窟。解说员小哥也很热情的用日英双语介绍道顿窟的历史。那窟这个字在日文其实就是水道的意思，所以整个道顿窟其实就是一条运河。那搭乘水上观光船欣赏这个道顿窟，就是一个很棒了解道顿窟的方式。晚餐吃南波车站附近的餐厅，买寿喜烧和日式火锅的 Shabuwara。餐厅小巧干净，服务生会双语也很亲切，餐点好吃又便宜，还有甜点冰淇淋。一整份餐不到500元就能吃到这么好的肉质。CP 值还蛮高的，喜欢吃火锅的可以来吃吃看哦。好，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了，我们楼下就是超市，买了这个半价的寿司，这样子只要350日币，70几块，这么多。饭团、饮料还有5块，麦当劳的鸡块，这样子总共宵夜是200块以内。超便宜，马上吃起来。第二个日本必玩景点是位在大阪市中央区的大阪城。大阪城是丰臣秀吉于1583年所建，是他结束100多年战国时代，完成统一霸业的据点。大阪城里最有名的就是我后方的大阪城天守阁。大阪城天守阁是1585年建成的，可惜后来几乎毁坏殆尽，现在已经是重建后第3代的模样。使用大阪周游卡可以免费进入天守阁。天守阁2楼可以租借战国武将的服装与头盔拍照，每人1次500日币，还蛮特别的。3、4楼还有一些盔甲跟古文物，但不能拍照。5楼有士兵的缩小模型。来到天守阁，记得一定要登上8楼的展望台，能看到整个大阪城的公园与大阪城美丽的护城河。展望台4面都有附上解说图片，可以很清楚知道附近有哪些知名地标。持大阪周游卡可以免费搭乘大阪城御座船，能在大阪城的护城河游河20分钟。御座船采用大量金箔，重现丰臣秀吉时代船只的模样，非常特别。大阪城公园附近被许多地铁站围绕，不论从哪一站走到天守阁，大概都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虽然没有很近，但是大阪城跟名古屋城还有熊本城并列为日本3大名城，所以来到日本一定要来大阪城看看。
下一个日本的必玩景点是位在大阪梅田车站附近的梅田蓝天大厦。梅田蓝天大厦是由2栋建筑物构成，在顶部以圆形的空中庭园展望台将2栋建筑物连接起来。那也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特殊，所以已经成为大阪的知名地标。首先要先到3楼排队，再搭乘玻璃电梯一边看风景到35楼，再搭超长的手扶梯到39楼。我一样使用大阪周游卡，可以直接换到他们的入场券，免费的车站。来到梅田蓝天大厦，一定要到他们顶楼这里的空中花园展望台，超漂亮的，可以看到整个大阪。虽然叫空中庭园，但展望台上没有实际的庭园设施。官方说法是，在上面看到的大阪街景与天空，就好像自己的庭园一样，听起来很有意境。重点是它是360度，而且完全没有玻璃挡住，不会有反光的问题，超级漂亮。地板内有放入蓄光石，晚上来看会发亮哦。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傍晚的时候来，夕阳跟夜景可以一次满足。也能在173米的高空点杯饮料放松。下一个日本必玩景点是在大阪梅田车站的阪急百货店梅田总店逛街，它是日本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相较南波心斋桥，大多是平价连锁服饰与药妆店，梅田有更多潮流服饰，特别是时尚和化妆品相关的商品数是关西第一。千万别带女生来，化妆品绝对会买爆，而且持台湾护照可以直接兑换95折券，满5000日元以上再退10%消费税，真的超级划算。退税柜台就在 B1， 可以直接退现金或信用卡。梅田最大型的复合商业设施 Link Sumeda 也很好逛，不少商店都能够直接退税，不需要像其他百货再额外办理退税手续。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日本的必玩景点 F5 红色巨型摩天轮，它就在这个有名的梅田椅的后方。我们逛完阪急百货店，走出来就能看到 F5 百货的1楼有超大的红色大金鱼，馆内也有许多年轻潮牌，是受到大阪学生喜爱的商场。顶楼就是大红色的摩天轮，逛百货逛累了，可以搭摩天轮休息一下。我现在进来这个 F5 的摩天轮里，它是有空调冷气的，而且后面这里居然还有这个蓝牙音响哎，哇哦，可以拿来播音乐啊！现在到了最高点这里，可以看得到360度的大阪风景。搭乘摩天轮看着大阪市景也是很不错的体验哦。在高空中吹着冷气，边听音乐边看美丽的大阪市景，也很享受。我们现在要直奔京都的饭店了。今晚住的是丽家饭店，从京都车站走过来只要5分钟，进门就有挑高大厅跟超长手扶梯，房间是干湿分离，还有大浴缸。饭店很新，而且空间也蛮大的，床上有附浴衣，衣橱有日式拖鞋跟小篮子。换好妆就能到汤屋泡汤放松一下啦。京都是日本第8大城，在1868年明治天皇把首都移到东京之前，是日本长达1000年的首都。下一个日本的必玩景点是位在京都车站东边鹰羽山山腰的清水寺。清水寺是京都最著名的景点，也是京都最古老的寺庙，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境内有10几处宝塔以及小寺院。要进入清水寺，首先会经过2层楼高的橘色建筑人王门。走上人王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回头看看后面漂亮的京都市景哦。走过人王门，马上就能看到三重塔。清水寺的三重塔是全日本最高的三重塔，高30公尺，为典型的江户时代建筑风格。三重塔后方的观景台也能看到很不错的风景哦。那进入清水寺要买票，大人是400日元，小孩是200日元。它是三重塔的图案，那不能刷卡，所以一定要带现金哦。买完票就能进入清水寺本堂，这里就是清水寺的正殿，供奉着清水寺的主神千手观音。本堂就建在悬崖峭壁边。而且最惊人的地方是，这里只用木造卡榫做结合，一根铁钉都没用上，而且使用的木材都超过100年的历史，现场看非常壮观。清水寺本堂前面突出的部分，就是清水寺的最大看点——清水舞台。站在上面可以远眺整个京都市街景，
清水舞台一直往后走，可以从侧面欣赏由139根巨大榉木组成的清水寺，以及三重塔与京都市景。在清水舞台的下方，这里就是英语瀑布。那英语瀑布是一个小神坛跟3道小瀑布组成的。那每一道瀑布代表不同的意义，由左至右分别是学业、恋爱，还有长寿。一次只能喝1口，而且只能喝1种泉水。如果全部都喝的话，据说就是会因为太贪心，所以全部都没有办法实现。但放心，他们的泉水很好喝，比我上次去捷克温泉小镇的那个温泉水还要好喝太多了。逛完清水寺，走下山的时候，可以逛逛两旁的商店街，有好吃的跟伴手礼，很多饼干都是精美的礼盒包装，非常适合送给亲朋好友。这个抹茶草莓夹心饼干超好吃，还有京都限定的牛奶夹心饼干，回到台湾才发现好吃到爆炸，里面的夹心都有脆脆的口感，超后悔没有多买几盒的啦。这间 Hisaya 咖啡也蛮特别的，可以吃到清水限定的栗子冰淇淋。栗子冰淇淋里面有整颗的栗子，超酷的，也可以单买栗子哦。走到5条通十字路口的时候，可以往右边的3年班走，两侧林立着许多纪念品摊位和传统日式建筑，连星巴克都很日式，在这边拍照好有日本的味道。慢慢散步就来到下一个日本必玩景点八坂神社。全日本有3000多间的八坂神社，那这一间八坂神社就是他们的总本社。光是有3000多个小弟的大哥这个称号，就已经非常值得过来逛逛。而且我们从清水寺这样慢慢边走边逛走过来，就可以到他们的南门，就是八坂神社的正门，不用20分钟，超快。进入南楼门后，会先看到挂满白灯笼的武殿，武殿后方则是在2020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本殿。本殿是岐原造建筑风格，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只有在八坂神社能看到。岐原造指的是好几座设施用同一个屋顶包覆起来，被认定是重要的文化财产。很多人会在这里摇铃铛、祈福求平安。本殿附近还有大约20座的神社，分别祭拜着各种不一样的神明。这个八坂神社从8世纪以来流传着7大不可思议传说，其中一个就是在西楼门这一边的楼梯找不到任何的蜘蛛网，而且下雨过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水痕。我今天实际测试一次，果然真的没看到水痕跟蜘蛛网。大家来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哦。西楼门前的马路是4条通，道路两旁有岐原商店街可以逛。今天很幸运有遇到示威游行，还有警察封路指挥，算是蛮特别的经验。顺便呼吁大家保护环境，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保护地球哦。今天晚上我们要在鸭川附近吃一间隐藏的居酒屋，它就在这个大公园对面的那一栋大楼里。刚刚我们绕了好几圈都找不到，因为它没有招牌，超级难找。它在这一栋大楼里，要先坐电梯到4楼。今天的晚餐就是这间 Coco Denome， 是很隐秘的居酒屋。菜单是 DIY 手做的剪贴布，很可爱。因为是居酒屋，所以每人要点1杯饮料，但很便宜。老板还招待了小菜。这个唐扬鸡很清爽，上面还有厚厚的蛋沙拉，超级好吃。面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想到吃下去惊为天人，是完全没吃过的调味，一下子就吃完了。鸡肉配上芥末蛋黄酱也好好吃。这餐吃得很饱，但只花了台币877，超级划算。下一个日本必玩景点是贯穿京都的鸭川。鸭川的流水非常清澈，在炎热的夏天就非常适合走进河川消暑，或是在鸭川旁边的河堤上散步也很不错。夏天的时候还会有鸭川纳凉床，餐厅会在户外架起露天高台，让大家一边欣赏鸭川风景，一边品尝料理。这个文化始于江户时期，至今已经有400年的历史。鸭川附近的店家也充满着复古的味道。晚上的鸭川也很漂亮，吃饱饭在河边散步吹风，非常惬意。下一个日本的必玩景点就是到旭旭苑吃烧肉。旭旭苑很棒的一点就是，无论平假日都有超值的商业午餐。坐在窗边位，还能看到京都最高的京都塔。
虽然是商业午餐，但餐点丰富，可以吃得很饱。主菜都有8块肉片以及2只去壳虾，烤肉好香啊！它的牛肉是有腌制过的。果然肉质很好吃，但是它是有腌制过，所以如果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人，可能就会有点不太适合。还有爱心形状的冰淇淋当甜点。商业午餐才600多块台币，然后还可以看这个风景，真的是很赞，那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下一个日本的必玩景点是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从京都车站只要搭 JR 2站就可以到稻荷车站，那稻荷车站一走出来就是伏见稻荷大社。据说日本有3万间的稻荷神社，而我后面这一座伏见稻荷神社就是他们的总本社。小地数量是八坂神社的10倍多，所以非常值得过来看看。伏见稻荷大社建于西元711年，主要供奉的是掌管谷物跟食物的诸位稻荷神，可以看成日本的土地公庙，是最贴近人民生活的神社。随着工商服务业的发达，也开始有信徒祈求事业与学业的顺利。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神社跟拜殿两旁，他们伫立的是伯犬，这一边呢伫立的是伯狐。狐狸会替农家抓捕破坏农作物的野兔跟田鼠，因此狐狸被视为稻荷神的神使。伏见稻荷大社最有名的就是整排的红色鸟居，千本鸟居，现场看真的很震撼。之所以有整排的鸟居，是因为从江户时代开始，许愿的人们会捐款，在神社境内树立一座鸟居，来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千本鸟居的正面并没有字，但是背面可以看到贡献者的姓名以及制造年份。别忘了抽一支神签，看看自己的运势如何。我们抽到大吉跟象大吉，只要有吉就是准啦。神社里有卖各种御守，可以自己留着或送人当小礼物，都很不错。我自己也买了2个。今天做的是东极 Stay， 这间饭店蛮大的，而且里面很干净。重点是，居然还有洗衣机跟微波炉哎！浴室的话呢，中规中矩，没有做干湿分离，就比较小可惜。饭店楼下有间没招牌的排队小店，面屋幽光，排了30分钟，这拉面看起来太赞了吧！跟一般日本拉面不同，属于清淡口味，汤头鲜甜，完全不死咸。平常绝对不喝汤的女友，居然把整碗汤喝完。吃完也不会口干舌燥，超级好吃。现在来到下一个日本的必玩景点——锦市场跟四丁金吉商店街。四丁金吉商店街是整条有遮雨棚的购物长廊，下雨天来这里就对了。服饰商店、礼品店不同于大型的连锁商店，是走质感的文青风，比较有特色。锦市场则是长约400米的商店街，有卖自物、熟食、杂货、小吃等等，是很多京都人采买食材的地方，号称是京都人的厨房。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就等你们自己来挖掘吧。本来要吃面屋猪一，结果居然售完了，路边随便找一间冻饭来吃。是一家使用大量木质装潢的质感小店，点了一个咖喱饭，还有一个猪排冻饭。它的猪排是非常薄的那种，但调味很好吃，颠覆我对薄猪排不好吃的印象。又意外发现一家宝藏好店啦！今天一定要吃到面屋猪一，开店前30分钟就来排队。这家是多年入选米其林必比登的拉面。我们点了1碗和牛拉面和1碗猪肉拉面，口味跟幽光一样是偏清淡，但猪一的汤比较甜一点。肉的部分我觉得比面屋幽光好吃一点，但价格毕竟也贵了1倍。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幽光的汤跟高 CP 值获胜。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10大京都大阪必玩景点。我自己是觉得大阪比较有都市的感觉，但是却很拥挤，而且饭店都超级小，有一些甚至连行李箱都没办法打开。那京都的话是除了有都市的面貌以外，它也有很多日本的古老建筑，像清水寺、八坂神社，还有伏见稻荷大社，就会让你觉得除了是都市以外，更有一种古都的文化，还有古色古香的感觉。那如果你很喜欢逛街的话，你可能就会更爱大阪跟东京，而且会一次就买爆。
那如果你有觉得哪里很好玩，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剩下的时间我就好好待在名古屋的饭店，哇，真的比京都、大阪的饭店大超级多，好爽！下次再见喽，拜拜。嘿，哇！好，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5天4夜京都、大阪自由行的总花费。在住宿的部分花了5335元，那交通跟景点票券我觉得花的蛮少的，1472。然后吃的部分，2个人平均下来5天4夜，我们算是也吃的还不错，是3218台币。那总共加起来是10025。那我把饭店跟景点交通的优惠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